如果一路咧都有睇過我影片嘅朋友啦，都會知道我之前咧都有出過影片去到分享過我嘅投資組合啦。而當中啦，我持有最多嘅投資就係跟蹤住 S&P 標普500指數嘅 ETF。而睇翻過去呢一年嘅回報嚟講 ，S&P 500嘅升幅已經係累積咗接近30%。咁雖然呢一個升幅啦就唔夠一啲個別爆升嘅股票勁啦，但係以我個人嚟講，一年賺30%啦，我絕對係收貨嘅。不過啦，我最近啦就不斷喺度鑽研緊，究竟有乜嘢額外嘅投資可以為我帶嚟更加大嘅一個潛在嘅升幅呢？咁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我近排買入嘅一個投資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nt，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目前啊，佔我大約60% 嘅投資組合都係一啲跟蹤住美國 S&P 500大盤指數嘅 ETF。咁呢一種 ETF 嘅好處咧，就係只要你買一隻 ETF， 例如 VOO， 就可以將你嘅資金分散投資喺美國最大嘅500間上市公司，而每隻股票喺指數嘅比重啦，都會因應翻公司嘅市值去做翻一個嘅分配嘅。咁即係意思話，當公司嘅市值越大嘅話，咁喺呢個指數嘅佔比都會係越高嘅。咁就例如因為 Apple 啦係美國其中一間最大市值嘅公司啊，咁所以喺 S&P 500嘅比重都會係其中一隻最大嘅成分股嘅。投資喺 S&P 500最大嘅好處係呢一個指數嘅成分股啦，都係分散喺各行各業。無論係一啲新興科技嘅板塊，抑或係一啲傳統啲嘅行業，例如係金融啊同埋製造嘅板塊咧，都有一定嘅佔比嘅。所以投資喺呢一隻嘅 ETF 方面啊，一定係有分散投資嘅效果嘅。咁就因為投資喺呢一啲 S&P 500 ETF 啦，就係好似用緊一個漁翁撒網嘅投資策略，去到捕捉整體美國市場嘅升幅。所以對於普遍嘅投資者或者係一啲平時唔太多時間分析股票嘅人嚟講咧，會係一個相當唔錯嘅投資選擇。而自從我2年前建立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開始咧，咁如果有不斷去到收睇我影片嘅朋友啦，都會知道其實咧我都係不斷有鼓勵大家去到投資喺呢一啲美國大盤指數嘅 ETF 噶啦。而到今時今日 S&P 500嘅升幅都一直表現得相當之理想嘅。而目前嚟講啦，我依然相信啦，投資喺美國 S&P 500嘅 ETF 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投資選擇。而我自己啦，都有每一個月用一個月供嘅方式啦，去到定期投資喺相關嘅 ETF。不過其實對於一啲相對年輕啲啦，或者係願意承受相對更高嘅風險嘅投資者嚟講，只係集中投資喺 S&P 500嘅 ETF 可能會係太過保守嘅。而我最近啦都有去到檢討過我嘅投資組合，咁啊都係覺得係需要作出一啲嘅調整，去到買翻一啲再進取少少嘅投資，去到增加我潛在嘅升幅嘅。而最近啦，我就開始投資喺跟蹤住美國科技指數嘅 Nasdaq 納斯達克100指數嘅 ETF QQQM。納斯達克100指數啦，其實主要啦就係投資喺美國上市100間大型嘅科技企業啊。咁你會問啦，咁點解我要近期開始係建倉喺呢一個嘅板塊咧？咁其實答案好簡單，咁就係相對嚟講咧 ，Nasdaq 100指數嘅回報就比起 S&P 500啦係高好多。圖表可以見到，當我哋去到比較 S&P 500同埋 Nasdaq 100過往咁多年嘅升幅，無論係1年、3年，以至係5年、10年都好 ，Nasdaq 100啦都係明顯跑贏 S&P 500嘅升幅。咁最主要嘅原因啦，就係講緊呢10幾年嚟講咧，全球啦已經係踏入呢個數碼化嘅時代啊！再加上上年疫情嘅影響，都加速咗科技公司嘅增長啊！而相信啦，未來呢一個嘅大趨勢啦，都會係繼續持續嘅。
都係會令到納斯達克指數都會係長期跑贏 S&P 500嘅升幅。咁你又會問，既然 Nasdaq 喺咁多年嚟講都係跑贏 S&P 500嘅升幅，咁點解我唔索性係將所有錢係投資喺 Nasdaq 嘅 ETF 算數呢？冇錯，雖然頭先就好明顯見到啦 ，Nasdaq 近呢10年嘅回報相對比起 S&P 500係高嘅，但係投資唔單止係講回報咁簡單，我哋亦要明白 Nasdaq 指數啦，無論係嗰個嘅風險程度，以至係嗰個波幅方面啊，都會比起 S&P 500係高嘅。Nasdaq 主要嘅風險啦，就係過度集中性嘅投資啊。咁正如頭先所講啦 ，Nasdaq 指數咧，主要啦都係集中投資喺美國上市嘅科技公司，咁都係相對比起 S&P 500啦係冇咁分散嘅。而根據翻兩隻指數嘅行業投資分佈，就可以見到 Nasdaq 100啦係有接近65% 嘅比重都係投資喺一啲嘅科技股身上。相反 S&P 500就係分散好多，咁只有大約35% 嘅比重係投資喺一啲嘅科技板塊嘅。而除咗科技板塊之外 ，S&P 500亦都有投資喺各行各業身上，咁包括啦係一啲消費嘅板塊、金融同埋醫療嘅行業。咁所以如果科技股嚟緊係出現比較大嘅回調，咁對於 S&P 500嘅衝擊係相對會比較細嘅。而講到美國科技股嘅前景，咁有唔少嘅投資者啦，就係擔心嚟緊美國啦都會踏入呢個加息週期嘅，咁都會係令到美國上市嘅科技公司都係會有出現呢個殺估值嘅情況，咁都會係拖累整體美國科技股票嘅表現。所以面對住加息嘅預期底下，就係講緊嚟緊聯儲局會喺短期內加息，令到科技股嘅板塊出現回調都好。S&P 500喺傳統嘅行業，就例如係金融業嘅比重，都會係平衡翻成個指數嘅表現嘅。另外值得留意嘅係，如果我哋去到比較翻 S&P 500同埋 Nasdaq 100嘅10大持股嘅話，圖表可以見到10隻股票入邊有8隻咧都係重疊嘅，而且都係大家熟悉嘅科技公司。咁當中 S&P 500只有2間，包括 JP Morgan 同埋巴菲特嘅 Berkshire Hathaway 係屬於呢個金融嘅行業嘅啫。不過如果我哋仔細啲去睇呢一啲股票佔指數嘅比重，就可以見到 Nasdaq 頭10大嘅成分股嘅佔比係重好多嘅，係55%對 S&P 500接近30%，亦再一次證明到 Nasdaq 嘅投資相對係比較集中。而 S&P 500嘅投資就係比較分散嘅。雖然投資喺 QQM 即係跟蹤住 Nasdaq 100指數嘅 ETF 嘅風險咧係會比較高嘅，但係回報方面就比起 S&P 500係吸引好多。所以就算要冒多少少風險，只要控制翻你嗰個嘅投資注碼就可以啦。咁到目前為止啦，我已經開始啦係月供呢一隻 QQM。係打算啦，將呢一隻 ETF 佔我嘅投資組合係提升至到10% 左右嘅。最後我哋和你賺啦，最近就推出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啊！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撳落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個名同埋填入地址就得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